没想到收过来跨行业是要发财了，2000块钱压着收回来40枚熊猫金币，2斤多黄金，几十万呢。2斤多的黄金啊，确实是50多万。2000，你按收破烂的价格收回来，不太现实。这各行有各山，钱不好挣，肉不好捡。我先看看东西啊。我刚开始也不相信能捡那么大的漏但是有时候运气好了，我随便一还价，人家都卖给我了。哇塞，你这是一套熊猫金币，从1982到2022，40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说实话，我第一次见这么齐全的熊猫金币，光看外边的盒子啊，这都显得非常高大上，就是不知道这里边的金币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么大个的话，恐怕得是30克一个嘞。奇怪的是，这上面只有年份，这没有重量、含金量，这拖着重量有点轻啊。我昨天收的比较急我都没来得及称重我上网上查了，大概一个30克，这40个不是刚好1200克吗？你这确实是跨行跨过来了，黄金的重量你都不称，连检验都不检验，你这怎么能确定它是黄金呢？正好我这有称，我给你简单来称一下啊。哎呀，你这只有区区的17.4啊，还是17.4，这都给一个模子刻出来了，你这很有可能不是黄金。这不是黄金，这是啥呀？我之所以没有检验，就是怕一套好好的金币，你这破坏掉几个，太可惜了。你这种想法极其不现实，黄金不检验根本就没法收。再说这熊猫金币，它也就是一个金价而已，你不懂的可能去出高价去买，真正这些东西到卖的时候也只能按当天的大盘金价算。按金价都按金价算吧。反正我这2000块钱收过来了，价也便宜，一个17.4克是吧？那40个都按700克算吧，外面合着送给你了。你这排场话说得很漂亮。刚才我给你称重的时候你这外边带了有塑料盒子，你这个40个塑料盒子恐怕也得有几十克，塑料盒子当黄金卖不行啊。另外，这外边的这盒子再漂亮，我要它没用啊。没事儿，反正你这也有秤能要的呀，你都要，不能要还是我的。反正这一堆2000块钱买回来的，剩下的都是我赚的。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东西也就是收了便宜。如果你真按黄金重量去称的话，恐怕你这赔的是稀里哗啦。第一个，你这熊猫金币有问题，按大小来看，你这是30克的熊猫金币，重量只有17克左右，这就说明它不是黄金的材质。第二个，你看它的设计，这细看也是有问题的。你看这上面它只有年份没有面值因为熊猫金币上面标注的都有面值，不只有面值，而且标注的还有重量、含金量。因为是正规造币厂做出来的，在这个天坛下面标注的也有咱们国家的名号。既然材质不是黄金，包装成这个样子的话，它只能算是艺术品。你看这上面，它这还有标签，来看一下你看你这标签上面写的很清楚，该套纪念章是纪念章并没有提熊猫金币，材质为合金，合金和黄金区别很大。你看上面写的是电镀2层 AU999 的黄金，是镀金个人看你这东西不值钱。不值钱是啥意思你难道说我这买假了？对，反正都是2000块钱本钱，你看看能让我挣多少钱吧？你别说挣钱了，我觉得保本都有点难。第一，材质不是黄金，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第二，我们主要是玩民国之前的金银锭，像这种现代的艺术品我们不要。我建议你去找那些老年人问问。老年人问问？对。你这是啥意思我这都是给老年人手里面买的，本来老年人手里都没钱，他们得出几万买吗？你先不要想从中赚钱了，依我看保本都是个问题。毕竟你这都是从老年人手里边买的，像这东西除了老年人玩，其他人不玩。最主要的，你这跨行跨了有点太猛。你想想，连什么是黄金你都不知道，你这都鬼使神差的给买回来了，当你卖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爷爷是奶奶了。我感觉你都不识货好吧，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吧。行，那你再转转。谢谢你了。没事没事。俺邻居拆房子拆出来一堆废铜烂铁，我这100块钱一个，买回来20个，你看我这回亏不亏？我看你这都是碎银锭，这个100块钱一个买回来肯定不亏，好歹现在银子都好几块一克了。
我也看到啥了。你不赔钱我都烧高香了啊！我找俺汉黄道上的朋友看了看，他说这是过去的锡，根本都不值钱。那如果你这一堆真是锡的话，那确实值不了几个钱，因为漆啊一斤才大几十块钱，你这4、5斤才几百块钱嘛。但是很遗憾啊，那朋友看走眼了，依我看，你这都是3、5两重的碎银锭，你看大小样式不一，这外面看起来像锡发暗，这分明就是它的包浆。你看每个它的蜂窝还都不一样，一眼大开门。毫不夸张的说，你这一次捡大漏了。咦，我也希望是捡漏啊。跟俺朋友说，这绝对是锡块因为他天天焊黄道庄，经常用的都用着它。恁朋友说的太绝对了，这猛一看确实有点像锡块，因为它外边带一层灰色的包浆，尤其是你看像这种颜色深一点的，你看这和我们常见的锡块大同小异啊。普通人认不清银锭太正常了，你把心放到肚子里，这彩色啊绝对是银。其实因为买这些碎银锭啊，昨天在家我都跟俺爸妈吵了一架。他们不主张我买这些东西，说一看都是假家伙。爸妈他们这都是经验之谈，毕竟你这20个也花2000块钱了，万一买假了，相当于把钱打水漂了。善意的提醒你啊，你完全可以避开他们的锋芒。大吵一架，你太伤父母心了。虽然说你这银锭不假，但是你该道歉还得道歉。俺爸妈还好一点啊。回到家呀，俺媳妇儿也是冷嘲热讽，说我啥都不懂，乱买，非得不给俺邻居退了，要跟我离婚。那你这算是惹众怒了，可见你乱买东西应该也不是1次2次了，不然不会因为这2000块钱给你闹离婚。幸好啊，你这次运气好，如果买成锡块的话，那谁也拉不住那媳妇儿给你闹离婚啊。你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见你几眼。如果我这些东西啊，卖个几百万啊，我都准备离家出走。你这想法很危险啊，恐怕你这想法实现不了。虽然说你这银锭不假，但毕竟还达不到几百万的价值。为啥这样说吧？你像过去的金银锭越大越贵，但是越大它也越少啊。从大小上来看，你这都是3两5两的，20个还不及一个50两重的银锭呢。还有银锭啊，大部分都是看状态，对吧？来估价来。如果上面有落款啊，会更贵。这可惜这都是速锭，速锭啊，就是明清时期最常见的，存世量还是比较大的。其实银锭啊和银元的价值评定差不多，主要是看状态。毫不夸张的说啊，你这些都是罐装货，因为长时间在地基下边放着，看状态应该过得很严实，没有受潮。因为银锭都是雪花银，一般不像银元一样带铝锈包浆，所以包浆才是发黑的颜色，就是定型很一般。基本上像这种速锭啊，大概一颗是15到20左右，卖一个这大一点的，这本钱就回来了啊。你的意思才给我2000块钱一个？差不多。你这价钱太低了，没有人家网上给的多呀。人家一个说了给我10万。10万一个不可能，你要说50两的锭子给到10万，没什么大惊小怪了。你说像你这种银锭，一个想卖10万，这不是搞笑了吗？那我只能说你查询的价格太不靠谱了。像这些东西啊，这都是按重量来称的。按重量称那是不可能的，你说的很不专业。你少10万一个，我还真不想卖。因为你这给网上说的价钱太多了。那网上的价格那都是忽悠，啥都不懂了。我告诉你，这些银锭为什么要称重？因为它们的大小重量不一样，你不称重根本无法区分它的价值。它不像10两50两了有一定的固定重量。反正你这100一个是捡大漏，但是想卖10万，那只能说你异想天开了。具体能值多少钱？我建议你多去实体店再去问问价吧。好吧。我这有一块秦代的银元，这上面这个人啊，有可能就是秦始皇啊。我没想到，我这一下就发大财了。你先别激动着了，你拿过来的这个银元啊，这是曹锟的戎装军阀币，这是典型的民国时期发行的银元，和秦朝秦始皇一点关系都没有。咋会没有关系嘞？这上面写的文字分明就是秦朝时候的文字啊！这里面的玄机，专家可都告诉我了。这银元能有啥玄机嘞？这上面写这俩字确实是篆书，篆书啊是从秦朝那时候开始书写传播的，但并不代表它就是秦朝的银元。再说秦朝那时候就没有银元，
你包括上面的无色漆，还有曹锟的这个装扮，这也不能说就是秦朝的呀，咱不能信口雌黄。我确实对音乐不懂，人家专家都给我讲的话，我都记一半忘一半，反正价格是给的非常好，给我800万。800万，对，你这说出来能让人吓晕。就拿前2年军阀币涨价最猛的时候为例，就像这种军阀币也没有说到800万啊，咱就说那些品相状态各方面都不错了，打个皮盒带分的，大概行情也就100出头吧。所以你这800万一报出来啊，只能说明你啥都不懂。那有可能是我看错了，毕竟8后边好些零啊，我也没来得及说清楚。那应该是专家给我报了80万吧？你这张口专家闭口专家，专家的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对了呀。一块银元能值多少钱？不是上来就随便对吧乱报价。首先啊，必须得证实它的这个真假性。如果连真假都看不懂的话，那么它的报价对你来说完全没任何意义。我跟你说，我这块银元真假完全没有问题。这是我去年在金银加工店花800块钱买回来的。老板说这是顾客以前假传下来的。那顾客说假传，他就是假传了吗？这说到底是你掏钱买别人的银元。对呀，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真值800万的话，人家金银加工店的老板他不会800卖给你啊。你能认为值大钱的东西，难道别人就不懂吗？再说了，真假你这现在都不知道啊。真假我不知道，人家加工店老板知道啊。我们都已经白纸黑字写清楚了。如果不是银子嘞，人家情愿赔我10000倍损失。你签这个赔偿10000倍损失，完全没任何意义。因为银子它不是大克拉的钻石，它大一点的钻石世界独一无二，而银子稀烂便宜啊，一颗才几块钱而已，20多颗也就200来块钱。人家真假完全没必要骗你啊。而银元我们玩的就是稀缺性和年代感。为什么像这种曹锟军阀币贵，就是因为它少。你像以前它固定啊，它就发行了那么多，存世量少，所以贵。而金银加工店老板啊，之所以给你鉴定的是银了，不是银了赔你10000倍损失，人家这就是银了，人家有底气给你签。但是从古玩的角度来看，你这个军阀币它并不老。你看压力、包浆，这壁面都不开门，你看它的包浆比较浮，露贼光，各方面压力啊，咋看咋不舒服。你包括它的边齿，你看一下，这都是整体划一。第二，像这种真银假币啊，它就是一个银价而已，200块钱一大管，80万更是无指望，所以你这也发不了什么财。不可能，你说的话没有任何依据。你说值200万，那为什么专家能给我报80万嘞？人家专家又不是傻子。你说的很对，人家专家肯定不是傻子，能把一块真银假币给你报到80万，可见啊，你也信以为真了。估价只是人家的第一步操作，后续啊就等着你这种小白去给他们送钱。你想想，给你卖80万，多少你得给人家几百几千的好处费吧，这是应当了吧？对呀，如果不给我卖，他说了，如果真给我卖80万，几百几千那都是小钱，那是，给我卖不掉也没啥关系，只要能证明他是假的，我去找金店加工老板赔10000倍损失，也发大财啊！这不是我这真假我都不害怕。你这完全想多了啊！人家卖给你的就是银了，人家签了就是不是银了才会赔你10000倍损失。对呀，我这鉴定确定也是银了呀，这人家1分钱也不会赔你啊。只不过你的银元不老而已，所以你既卖不了80万，就别人也不会赔你10000倍损失。真假了，你根本就发不了财。这银元我也不要，我建议你还是去多找人问问价，看看到底值多少，你心里就有谱了。我肯定找人问价，我看你也不鉴定了也不占。好吧。俺朋友有一块带龙的银元，他准备500块钱卖给我，我害怕其中有诈，你帮我看看。这是不是假的呀？我看你这是一块平底如盒的龙样，500卖给你啊，确实要小心一点，别是假盒假币了。我帮你看看。因为我对这银元也不懂我这搁着合着看，这银元咋那么发白？看着不像银子的颜色。你这个是平底如盒的江南加陈7线点，这壁面泛白啊，说明银元被玩熟了。我看这真假完全没问题啊！像这种盒子币看真假，一定要先检查外边的盒子是否破损，然后再仔细对比官网细节。500卖给你的话，这相当于你捡个大漏，这好歹也是一份高分龙样。500的价格，我想都不敢想。我跟你说，我这个朋友他是个败家子儿这是他女婿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昨天才送给他的今天就非要500块钱卖给我。那500确实便宜。你想想他女婿送给他嘞，这能会有啥坏东西嘞？500卖给你啊，确实是个败家子。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东西装兜里这还没暖热乎嘞，这都赔大价钱卖给你。要是让他女婿知道了呗，这恐怕该生气了。
生啥气？俺朋友他这个人平时喜欢喝个小酒，喝完酒再去跳个舞，跳完舞再去玩几把麻将，手里缺钱。那你朋友确实是一个玩家，吃喝玩乐无所不能啊。那你这样一说我都懂了，看来你这个朋友啊，确实他是不识好歹。他女婿之所以送给他这个江南甲辰啊，应该是图一个好的寓意。你看今年是甲辰龙年，送这个有一定好的寓意啊。我对这个也真不懂，总感觉银子那么便宜，那是这压着500块钱，我还以为要吃亏嘞。吃亏绝对谈不上，因为银元的存世量它固定就那么多，不可再生是关键。银子再便宜，它又不是现在生产嘞，现在也生产不出来过去的银元。况且你这个都已经平均入盒了，市场价还是有的。如果那朋友懂的话，肯定不会500卖给你。你说的也对，我也是看中了啊，他不识货，对，故意去买他的这块银元，你看看能赚几百？几百，你还真是小看这个江南甲辰了。咱说句不好听了，现在一块普通的大头啊都上千了，所以这个龙阳价格就更贵。你像江南甲辰啊，是江南8个有金件里边发行量最大的。首先入盒，你看给的是 AU 50分 ，AU 啊就是镂空过的美品。满分是70分，而你这个给了50，足以说明这个银元的状态不错。一般江南甲辰带的板不多，而你这个7000点比这普通的银元就是龙面，你看7这个地方前面多了1点，所以才叫做7000点。1点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板，然后你看它的背面，这就是属于原味的。原味啊，就是包浆也有，但并不是太明显。好在你这个银元啊，你看这两面，这都是全身打，算是甲辰里边状态最好一点的了。你像现在随便一块45分的江南甲辰，现在都3000左右了，而你这个磨损啊，相对更少一点。我看你这个状态的话，差不多能给到你3500左右。3500？对。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一下子赚他6倍的收益了。那是。那作为朋友，我这是不是太黑心了呀？那你这个咋说嘞？因为像这种银元啊，很多人都不懂，因为平时他们的透明度也不高，它不像黄金一样都知道500、600一颗，对吧？有多重，算多少钱。而这种银元普遍都认为银子不值钱，卖个几百块钱很正常。你愧疚的话，可以把这个多余的钱补给他。那吃到嘴里的肉，谁也不想吐出来啊。那是，只要是真假没问题就行了啊。大不了以后他反悔了，我再补给他个100、200的呀。那具体补，那看你咋想了。但是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像这种便宜啊，最好不要经常去捡。毕竟朋友关系在那搁着嘞，你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时候，万一哪一天被那朋友发现了，对吧？多少脸上这面子还是没有了，是吧？对吧？这种事儿，那以后也要少做吧。对，谢谢你啊，不用客气。没想到我去香港旅游一次，竟然让我捡了一个超级大漏。都这个1块金包银的金币。金包银，我1000都给他买回来了。你这个是上海1两银元，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银币啊。那不这如果东西对的话，1000块钱，这价格确实是超级大漏。至于什么金包银，我这倒没看出来。什么金包银都是中间在黄金的地方，它黄金都是黄金。其他白色都是银子。黄金现在1颗都几千块了。香港那边卖的贵啊。这两地的这个换算单位不同罢了，全世界的金价其实都一样。给你纠正一下啊，你这个上海1两银元，这上面你看这泛黄的地方，这可是不是什么黄金？因为过去银元它是通用货币，不存在什么金包银。一是过去的铸造技术不允许，二是金包银啊都广泛运用到那个首饰上，银元上面它只有包浆。那泛黄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包浆，属于那个黄金包浆。黄金包浆，反正是比黄金还贵。我听人家专家给我讲过。包浆比黄金贵，这说的有点夸张了。倒是好的包浆在好的币种上，那价值比黄金贵是真的。就像你这个上海1两，你看壁面它是带环彩，这种环彩啊，平时比较难形成。而你这个银元真正贵啊，就贵在它这个币种上，因为上海1两啊，它是洋币。你说的对，我买的这块银元啊，它就是洋币。当时卖过这块银元是一个老年人，用的还是2级手机的，他差不多
市场价。你记住一句话就行了。香港是国际大都市，你所谓的那老年人用了2级手机查不到市场价，这种借口不成立，因为卖家永远没有买家精。像这种样币啊，本身就不便宜，1000块钱卖给你的话，这里边绝对有什么门道。他能有啥门道嘞？这个音乐就是家里祖传的，他家的。哦，他老年人啥都不懂，乱摆摊儿。那给我捡个漏，就这么简单。你说这话没有根据。哦。老不老不是你随便说的，已经有人过开价1000万了。你看你能过多少吧？说实话，1000万买这种状态的上海一两确实不贵，因为这种上海一两啊，确实值这个价。主要原因还是它的存世量少，1000买1000万卖。首先，我觉得你这种利润啊极其不对称。你要是放70、80年代，1000块钱确实啊，能淘到这种大针。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另外就是你在香港这里买啊，而作为一个旅游者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并不了解你所购物的地方，越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不可能这个大针出现在旅游景区。第三个就是我作为一个从业者啊，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这个音乐很不舒服。还是那句话，环材包浆显得很浮。还有你说的这换房的这个地方，既不是黄金，更不是包浆，很明显，有区别于其他地方。我再看它的压力，这边齿压力啊，很明显不行。我看也就是真银假币，300块钱一大关。你别自作聪明了。300万我不会卖给你。我上网联系的专家都过1000万了，就差我没去拿钱了。哎呀，就我说了，就你这个音乐跑到天涯海角也不会给你1000万，甚至你想卖1000都很难。人家卖给你1000是净赚大几百的利润。网上专家你也别信，他们只报高价不回收，为的呀就是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我看你这是羡慕嫉妒恨。没有。捡大漏了，你心里不爽；看别人出高价了，你又污蔑。污蔑、羡慕根本谈不上。你之所以来找我鉴定，多少可能对专家的话有点不信任，不然也不会找第三个人看。大概情况就这样，网上专家估高价骗你啊，多少你回去多了解一下。这个音源真假，你再找别人看看，能值多少钱，到时候你心里边啥都明白了。你也拿回去。找那专家去。好。你帮我看看这块龙样值不值1000？如果不值的话，我非得让朋友身败名裂，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听你说话很生气的样子。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龙阳1000绝对买不到。来，我先帮你看。我妹夫他经常玩音乐，他已经帮我看过了，他说这块音乐是什么新龙，平时只好像几百块钱一个。你这个是云南省造了医院，确实是新龙，几百一个的话，那妹夫应该指的是半圆，半圆的个头啊比这小很多，重量正好轻一半。当然，这个价格和你这个医院区别也很大。况且你这个云南新龙，这都已经评级入皮盒了。虽然说只给了40分，但是状态非常好啊。你看背面是老彩，看来那妹夫这眼力不行啊！这么好的音乐，他居然不识货。不可能吧？我们亲戚关系在这放着呢。那是他玩音乐也玩几十年了。他的话我还是很相信的。那像你这种任人唯亲的态度可不行啊！你如果无条件的相信一个人啊，首先对他的德行得有所了解。既然恁妹夫玩音乐几十年了，首先1元和半元他最起码得区分出来吧。既然大小能区分出来，那价格肯定也知道个8、9不离10啊。其他的没有用，我也不想多说。就我这个朋友办事也太不地道了。2年时间我给他随礼随了好几道。我这儿子过12岁生日嘞，他竟然送我一条这。那你让我说句公道话，我倒觉得你这个朋友很大方，礼尚往来那都是相互性的。他随几十礼多少钱不重要，将来你有事别人也给你捧场。关键是人家送给孩子的音乐并不差，你这样误会他也不是个办法呀。关键的是我对这音乐不懂总不能当着他的面质问他多少钱吧？那是。我妹夫说值几百，把我给气毁了。那妹夫这个人很有心机，他是唯恐你不把音乐卖给他，这才是背后啊说值几百块钱。他这个心术不正，你最好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再说句不好听的啊，他这是想要赚你便宜啊。
应该不会吧？我妹夫这个人平时就爱在赚点小便宜。那对，我们是自己人，他不应该忽悠我吧？他确实想要这块姻缘。这就对了。那妹夫之所以告诉你值几百，他就是想捡你的大漏，捡漏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你因为这个姻缘伤了朋友的心，这就不值当的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但凡像这种龙样啊，他就没有几百一个了。那妹夫说几百一个了，那是云南新龙半圆，半圆的重量是13.5克左右，大小啊比这个正好小一大圈。半圆新龙啊，为什么那么便宜？就是因为它的发型存世量大。像云南在过去啊，它就是经济不好，像这么大个的医院流通不方便，所以才发行那种半圆。而这种医院啊，就毫无质疑的作为大额货币了，自然铸造存世量就不多，物以稀为贵嘛。而你这个医院状态也不差啊，你看首先入的是皮盒，而且还带粉，壁面又是老彩老包浆，很不错，状态币种都挺好。我看这个医院啊，没有1万多，你真还买不来。乖乖的1万多嘛，我这个妹夫也够黑的呀。那是，差一点我几百块钱就买走了，这人心术不正。刚才我都告诉你了，你这不能任人唯亲，不能随便听信别人的话，毕竟你对姻缘啥都不懂，问对人才是关键。你这幸亏也没有冲动，不然你真拿这个姻缘去你朋友那兴师问罪啊，真是害人害己。你说的对，我这个人就容易冲动。那是，其实我这个朋友对我可不赖。还经常时不时的帮我。那人家说啊，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像你朋友这么正能量，你就不应该猜忌他。而能明知道那妹夫的为人，你还相信呢，那就相当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幸亏你这事儿也没有办成，对吧？也没办砸。姻缘币种也不错，给孩子拿回去好好的放着，珍惜你这个朋友吧。你说的对，我这个朋友真不赖，谢谢你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你看，都说我这个姻缘是假的哦。这我明明花了几十年的姻缘，咋可能就变成假的了？大爷，你这个姻缘还真不是假的。你看它壁面，无论是罐装铝锈，还是这种黑色的老彩，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唯一与常见的冤大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原相。你说的对啊，好几个人都说没见过这种冤大头所以一看就是假的要给我200块按回银子收。他没见过并不代表一定是假币啊，既然定义为假币，那他再出200块钱收，这就前后矛盾了。既然是假嘞，为何还要掏钱收购了？你这个姻缘啊，确实是一眼大开门，和常见的9件大头不一样，但材质是银的，这就说明啊是民国时期的丝铸，而且原相你看还有点复杂，状态不错。什么是丝绸的呀？你可得听我做主就因为我这块姻缘，我亲家说我是个大富有。像我们普通人懂姻缘的太少了，像这种丝绸不认识，或者是当成假的太常见了，你千万不要当真啊！这个丝绸啊，就是在过去我们个人用手工刻木丝制造出来的姻缘。丝绸分为银和铜2种，银子的话和普通冤大头一样正常流通，铜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假币。只要我这个不是假币就行了。不假。这可事关我个人名，我这个姻缘送给亲家，我亲家照人回收就给200。那亲家这幸亏是没卖啊，不然200块钱卖了，你这回彻底是说不清楚了。路边有很多那种回收店，那价格都是随便胡乱给的，你不必当真就行了。再说失主他们也不认识啊。我亲家今天又打电话来了那路边回收店愿意给他300他问我这块假币卖不卖，弄得我这个人心情很坏。咱说句不好听的啊，现在银价也很贵，你这20多颗银子现在也得200多块钱了。他给你300，应该是看你不懂，想按银价给你收回来。关键是你这个丝绸比常见的冤大头可贵多了。对呀，我朋友说冤大头一个也1000多了。对，关键是我这一块长得丑。长得丑嘛，我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长得丑并不代表不值钱，最起码比常见的冤大头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你看冤大头发行量有10几亿枚，你想想吧，它的存世量也不会少了。像那种无伤无戳的状态，一个通货1000块钱还是有的。而你这个比常见的冤大头，那可是9牛之1毛啊！收藏讲究了就是物以稀为贵。像过去民国那时候是银本位，只要银元是银的就能正常流通，而现在玩姻缘主要在乎一个年代感，
只要它就是老了，它就有价值。而你这个丝竹啊，它是人工刻木，你包括它个整个壁面和天津板出入都很大，原相很丑，但是很有特点，复杂。发丝你看一根一根的，应该是仿照酒精造的，状态几乎是没什么磨损啊。你包括上面的字体都显得很有特点。经常看习惯天津板的大头，再细看你这个亮点确实有很多，老菜老味道。个人觉得吧，卖几千块钱没啥问题。就这个几千块钱，对。恐怕你说出去我亲家就不行，不行，所以我就是一个自家的，送给自己人也送家的。那亲家是遇人不淑，别人告诉他是假的，他信以为真了。既然是假的话，应该是分文不值啊。那既然给200、300，那就说明这个银元不假。你这样的银元，对吧？有一块几千块，如果你真会制假，那谁也挡不住你发财啊。确实不是我走出来的，我会走这个，那还不得了。那对对，这几千块钱的话，这可比黄金贵了。那肯定没有黄金贵。你要是留下来这么大一个金币啊，咱说句不好听的，卖黄金得几万，股东啊，他的溢价得几十万、几百万，因为过去黄金少啊，金币更少。哎，反正你这对这个银元这方面啥也不懂，这个银元你也知道它值几千，不是假了就行了，把误会解开，证明你的人品没问题，这不就行了吗？对对对，哎对，你这鉴定的真细心，谢谢你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